真的情况就是这样，一切都按照计划在进行着。那你什么时候回家去收割你的胜利的果实呢？关于这件事，我可能还得再需要你配合一下。我妈想过来看看。他过来干什么呀？不是，他不是反对咱俩交往吗？而且就是他已经不逼你结婚了。是我跟她说我不回去了，我要在外面自己住。很好，距离产生美。那他还来干什么呢？因为我没有说我们俩是假的。哇，所以他真的觉得咱俩在谈恋爱？我决定了，你的事情我以后不管了。你有你的想法，你有你的生活，我不再干涉你的终身大事，免得你以后气恨。不管你跟秦师最后是不是走到一起，妈妈要提醒你，那种离异家庭出来的孩子，我就这么说吧，那种家庭出来的孩子，需要你多付出一些的。当然了，这过日子那是你们自己过，只要你们觉得开心幸福，那就行了。那你就没必要去看了吧？当然要去看了，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不会过日子的人。你在家里也是什么事情都不做，我就是要去看看你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，那这样我才放心啊。怎么，这都不行啊？你答应了？那倒没有，我说得回来跟你商量。不对呀，你妈妈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她就算知道你不是单身，也说明她没有完全死心。何以见得？你看啊，如果这件事情我拒绝了呢，那就是我没有礼貌，我不懂事儿，我心虚，他就变成了一个受害者。你作为儿子呢，你心里面就会觉得愧疚，时间长了，你就会跟你的女朋友，也就是我，产生矛盾。普通家庭里的婆媳矛盾都是这么来的，就算咱俩不是真的情侣，以我对你妈妈的了解，她肯定不是那种拒绝一次就会死心的人。那我答应。那就是引狼入室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冒犯他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如果这次让他来了，他能不能看出破绽还是小事儿，关键是他认门了。哎，他以后时不常就来一个突袭抽查，这怎么办？对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那现在你准备怎么办？你妈妈要面子吗？自尊心强吗？跟你一样。那太好了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但是呢，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因为我要吊一下你的胃口。要我做什么？洗碗去。好。洗碗去啊！洗完你告诉我。
儿子啊，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啊？这些都是你爱吃的呀。喏，哎，我还给你包了馄饨呢，有鲜肉的、菜肉的，还有鲜虾的。啊，哎呀，你放桌上呀，那赶快放冰箱里冻着啊。以后呀，不要老点外卖啊。哎，秦师呢？哦，他今天加班。星期天还加班啊？这么忙？儿子啊，你别骗我，我看呀，他是故意躲着不想见我是吧？怎么会呢，妈？哎，妈，啊？来换个拖鞋。哦，不好意思。给你的啊，不是给嘟嘟的。我今天就是来躲清静的。我就觉得吧，这能把你逼得离家出走，你这未来准婆婆也不是什么善茬。未来婆婆没谱。哟，我前2天看见你妈，她脸色可不好啊。老爷子马上就70大寿了，你不打算把你这藏了2年的男朋友拉出去，让二老高兴高兴？我呢，今天就是来世外桃源陪嘟嘟玩的。你要懂事，你要听话，不要聊这些，我懂事，不然我就跳下去了啊！我们一起跳下去吧。你可拉倒吧，我懂事儿，行不行？哎，这事儿啊，你帮我保密，别跟我妈说。为什么呀？不是你们家那位怪是怪了点儿，但是不至于说拉不出去见人，是不是？我妈这人你还不了解她呀？但凡我有男朋友，哎，别说男朋友了，就算是我有一个说话超过10句的异性，我妈就已经开始畅想，哎，我们家孩子以后叫什么呀？到底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啊？上次我跟陶俊辉分手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在床上哭了3天没有下床的人是谁啊？是我妈，我亲妈。你就不要再让她燃起希望了，好吗？也是。哎呀，看你这可怜样儿哦。行吧，你说吧，你今儿想干嘛？我奉陪到底，好吗？我是来大开杀戒的。妈，这是书房。哦，书房啊。妈，这是洗手间。哦。哦。洗手间。这小区环境挺好的，房型也不错，这装修，哎，是秦师他自己买的啊？妈，这是卧室。我能进去看看吗？可以啊。平时你们都在一起啊？没有啊。是吗？没有。我跟秦律师，我跟秦师生活作息不太一样，他有时候工作回来晚了，怕影响我休息，所以我们基本都是分开睡。再说了，妈，我们也没结婚，这方面我们还是挺保守的。这屋子收拾挺干净的，是你打扫还是他打扫啊？他工作比较忙，平时都是我来打扫的。妈，我给你倒杯茶去。那也不能总是你打扫呀，就得你做一点，他做一点啊，这样才不会有矛盾。
你这个臭小子啊！你这个臭小子，你还骗我，跟我撒谎！我骗你什么了妈？妈，妈妈不是老古板，但是妈妈是有底线的。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我警告你啊，结婚前你要是搞出什么人命来，让别人说三道四的，我饶不了你。这说什么妈？什么人命？妈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种赢了的感觉太爽了！哎呦，不行，体力不支，我得弄点吃的去。我那傻哥哥秦文宇还没跟你投降呢。等着他投降呢，我可没那闲工夫。哎，来个坚果补充点能量。是你们真不着急啊？急？急字怎么写呀？我不会呀，请你教教我吧。说曹操就打电话来了。那反正你不着急，那就别接了吧。我觉得没有。挂了。你给我！哎呦，你给我！哎呀，美女放词儿，美女，不好意思，已经挂了。行，姜老师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大天姐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是会记仇，我100年都记着你了，我真是巴不得你记仇。喂，喂，可以。怎么还甩了个头发？嗨，美女。哎，你看这好看吗？这套我穿这出去行吗？刚才谁给你打电话？薇薇，那诈骗犯要约我见面，是个胆儿肥。他约你见面要说什么呀？我哪知道啊？见了才知道他要使什么幺蛾子。那是不是胆儿还挺大的？这个呢？这好看吗？都行。你认真点行不行啊？我很认真啊，反正你这张脸穿什么都是去降妖除魔的。哎，两军交战，重要的就是气势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气势占了上风，那就赢了一半儿。哎，你看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些，你知道这叫什么？战袍。这么多年，哎，我穿着它们见了多少狐狸精，战功赫赫，好不好？这不行啊，你。怎么觉得我没见过你这么紧张啊？啊，你是怕什么呀？我怕？哎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哎，我任梅梅，我怕什么呀？我离了婚，我有车有房有存款，我自己还有赚钱的能力啊！我从此生活轻松无负担，好不好？爱吃吃爱喝喝，全国各地到处旅行，我各色男朋友都交一交，我不知道多逍遥快活呢。真要离啊？真对秦文宇没感情啊？我对你哥有感情，我还不如对电视机遥控器有感情呢。好歹遥控器握在手里，我想看什么都有。对他有感情。哎呀，你这个人我还不知道，嘴上越说没有，心里越有。秦老师，我告诉你，感情是很可怕的。你一旦对一个人动了真心，对他有了感情，你就相当于亲自递了把刀在对方手里，刀尖还冲着自己。反正我这2年过的全身上下都是窟窿，风一吹透心凉。我想好了，要是这次真离了，
力了。可能，哎呀，可能就是缘分到了吧。我觉得你们俩不会离，我觉得你们俩谁也离不开谁。你可拉倒吧，我离不了他，我放着好日子不过，天天全世界到处抓小三儿。我咽不下这口气，你明白吗？那歌里都唱了，请给我好一点的情敌，哎，给我好一点的。你找个好的不行吗？那薇婉是什么玩意儿？他就不能挑个好的吗？想想都来气。不行，还得再找一身。这个呢，黄的行不行？你穿那身绿的吧，哎，一身绿色适合你。怎么着？怎么个意思？你真是讨厌！这什么时候你还笑话我？你给我说真的，这个好还是那个好？那身绿多好看！双星人像银挂耳拍 OPPO Reno9系列，邀您精彩继续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想要的不是都已经到手了吗？任总，我知道你现在肯定特别恨我，但其实我跟文宇之间真的没有什么，要不是因为那个误会，我俩也不会私下联系。其实我一直想跟您解释清楚，我没有想破坏你的家庭。后悔了？那倒没有，我就是觉得文宇挺可怜的。这拥有那么大的产业，一点地位都没有，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，这大事儿小事儿，就连添一支笔，也得任总说了算，秦总根本说不算。任总，你这么逼一个男人，他们跑才怪呢。你什么意思？替秦文宇诉苦来了？你觉得你现在是有资格跟我说这些话了吗？任总，你别急，我是来挽救你的婚姻的。你们结婚10年了吧？10年夫妻可不容易。文宇其实对人挺好的，我这衣服、这首饰，我没说他就给我买了，还说要给我买车买房。说实话，不心动那肯定是假的。我一个女孩在大城市打拼，如果这样就能丰衣足食，对谁都是一个诱惑吧。所以你打算跟我谈条件？我是一个有节操的人，我从来没想过破坏别人的家庭。而且我听说，公司是因为有您才发展壮大的，我特别佩服您，您是我的榜样。秦总电话，你说我接还是不接？爱接不接啊？文宇，哎，你回来的时候楼底下带盒炸鸡上来呗。怎么那么快就想我了呀？哎，对，想你了，想你了。我在外面跟朋友谈事儿呢，一会儿就回去啊。炸鸡别忘了啊，炸鸡，啊。啊，行。任总，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在这剑拔弩张的，完全可以互相帮助。我可以让文宇回心转意，任总您让我在别的城市安个家。沉不住气了，说吧。
你要多少？100万。？100万？你也太小瞧我任梅梅了。只要我乐意，别说100万，多少钱我都心甘情愿。重点是，你配吗？你刚刚自己说的，整个公司一直都是我一手经营，秦文宇离开我净身出户，什么都没有，家业产业都是我的。我这好不容易甩出去的锅，你还让我花钱买回来？小姑娘，在我面前打个电话秀秀恩爱，就当是跟我示威啦？哟，这种下三滥的把戏都玩腻了，你还在我面前显摆，你是不是真的没招啦？任总，咱能别说气话了吗？你这种女孩我见得多了，以为自己年轻哦，觉得可以拿着青春赌明天，就没想到有一天会砸自己手里。不过话又说回来啊，如果要是不小心砸了，也要自己接住哦，因为每个人都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。你说是不是啊，李凤和小姐？任总，您说什么呢？我不叫吕凤和。李小姐您好，这是您的资料。您好，我叫秦诗，我是任梅梅小姐的代理律师，也是秦文宇的妹妹。你不就是那天那个？对对对，您记得我呀，给您拍过好多照片呢。吕小姐，其实您是谁，做过什么，现在准备干什么，从哪儿来的，这些我们都非常清楚。如果之前您在监狱里没有上过普法课的话，我在这儿可以免费帮您科普一下。您现在的行为涉嫌伪造证件，还有欺诈。如果24小时之内我们见不到秦文宇先生的话，可以再加一条绑架勒索。24小时哦。走。任总，你难道不想让文宇迷途知返回归家庭吗？任总，我又不是他妈，不负责家庭教育。秦文宇回不回家跟我没有关系。哦，对了，你是要钱对吗？任总，你就值这个价。说了 C 多少钱200差不多吧。好碎，要不我捡回来？整理跟你说。回来了，哎，炸鸡买了吧？我忘了跟你说我要辣的了。你买的是什么味儿的呀？哎，那炸鸡……混蛋！你把我害惨了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我这天天在这吃我的住我的，现在还一家人合起伙来欺负我了，是不是？谁欺负你了？任梅梅找你了？你搭理她干嘛呀？哎，我看看，她怎么着你了？我看看。别碰我！秦文宇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没有你老婆，你算个屁啊！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咱俩真爱？谁跟你真爱啊？你给我钱，给我房，给我车啊！没有钱，你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赶紧给我滚！这当初怎么没看出来呢？有好处你就小白兔，没好处你就给我原形毕露是吧？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，我看上你了，我。你瞎眼还是我瞎眼？那你讲我图你什么？我图你不学无术，图你一滩烂泥啊！我滚！把钱给我。什么钱啊？什么钱？我身上1分钱没有，我出去不得住酒店啊！而且你伤害我感情，你得赔我钱，钱！
服脱给我。疼。好小女儿，真作孽啊！疼。哎呦，我晓得，妈妈晓得。轻点。用鸡蛋滚滚就不疼了。它消肿的，还有哪里啊？这儿。哦，真是。妈，我觉得我快死了。我要是死了，你怎么办？真是的，什么死呀死的，又没有破皮，又没有出血，你怎么死？不是妈，我是这儿。我这儿难受，是心病。你看我这手，到现在还在抖。那个是中风，你又没有中风。不是妈，为什么活着这么难呀？我从来都是拿真心对人，可没一个人拿真心对我，都不要我。我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还不是死了呢。也不烧啊。你要是真的难受，妈妈带你去医院啊！不要去医院，我死我也死家里。你看看，又来了！死啊！天天死挂在嘴巴上，一点都不吉利的。呸！乖啊！那，快起来，来人了。谁呀？谁呀？梅梅啊！哎呀，好难受啊！怎么这是？被人家赶出来了。我不是被赶出来的，我是自己逃出来的。难受。不烧呀，老婆。干嘛呀？谁是你老婆？咱俩已经离婚了。老婆，你今天能够来看我，就证明你心里还有我。你不用着急，我这都已经是快死的人了。你再等等，说不定咱俩就不用离婚了。我这一走，你就能继承我所有的遗产。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对咱妈好一点，这样我就心安意足了。你算了吧你，不是还要跟薇薇双宿双飞呢吗？什么薇呀，老婆，她是个大骗子，我真的是太冤枉了，老婆。我真的从来没想过跟薇薇安有什么，我那样做完全都是为了气你。我拿我游戏里所有的皮肤发誓，我这2天在他家里面，我清清白白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干，老婆，我有全世界最好的老婆，我怎么可能找别人呢，老婆？我真的太冤了，老婆。你看，外面好像下雪了。哎妈，你在这里吃饭，我去买菜。不忙了，我今天好多事，我一会儿就回公司了。行吧，你们都走吧，走了就留我一个人，我也没事儿。你们走了，我一会儿我也就走了，没有人管我，也不用你们管我。哎呦，起来吧你！你不拉我一下，老婆。难受啊！好了，上车了啊！哦，暖挂啊！回家就睡觉啊，不好再刷手机了。行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消炎药拿着。哎呦，这都是装出来的病，还吃什么药呀？这种馊主意都想得出来，就很作孽了。你就让着点他，回去嘛，好好说话，不要吵架。你们俩再发生什么事情，我真的就不管了。知道了妈，走了。哎，拿着。还有，我们2个的约定，别忘了。记得啦。走了啊，你早点睡啊。开慢一点啊。哎，走了啊。慢点开啊！
晨晨，早安。走过欣赏，看过希望，方向是不停的成长，爱的迷茫，爱的力量，爱的痛痒。选择遗忘，选择凝望，目光是内心的指向，风的流浪，雨的鸳鸯，爱的家乡。热爱会发光，热情会闪亮，初衷是牵着你的手不放，梦的理想，梦的摇晃，这个夜晚心打开。我来不及了，我不吃了。今天我要去超市，有什么要我带的吗？啊，有卫生，不如你晚点再去，你等我回来，我们一起去。好。这是什么呀？早饭。啊，你人也太好了吧！谢谢，中华好室友，给你比心点赞。手机带了吗？带了。信用卡呢？带了。车钥匙。谢谢。你的房还在找吗？哦，正在找了，会尽快搬出去的。嗯。对了，今天下班早点回来一起吃个晚饭吧。家庭主妇嘛，职责在身。啊。真靠谱。拜拜。晚上见哦。我说的什么？这么说会不会太唐突了？我也是，我男朋友送我的。那当然。李律师早。李律师。天天来了。早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。李律师早。早，李律师。早。哎呦，秦律师，什么时候开始消费降级了？不就是老公失个业嘛，不至于连星巴克都喝不起了吧？你说这咖啡啊，这是我老公给我冲的，我都说不用，他非让我拿着。看你这狗粮撒的。不过也是啊，这男人事业上不顺，家庭上就得多付出，不然就真的家庭失衡，长此以往就没办法长久了。李律师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我已经跟我老公说了，哎，我说呢，在家就在家吧，没关系的，年薪100万嘛，我们不要了，每个月2、3万也挺幸福的，工作嘛又不是生活的全部，你说对吧？每个月2、3万，那是多少人的奋斗目标呀？你看看我们这些助理律师们，辛辛苦苦一年到头都挣不了那么多钱，你这是赤裸裸的拉仇恨啊！我劝你啊，这咖啡要少喝，容易骨质疏松，还容易让人兴奋过头。多学学我，喝喝茶，抵抗自由基，还不容易胡思乱想。李律师，我觉得你特别需要多喝茶，你多喝点吧，加油呀！李律师、秦律师，汤总让你们马上到11楼会议室开会。
喂。好。蓝总，别担心，别担心，到了这里你们绝对安全。来，快坐。喂，小杨老师啊，我告诉你，老朱病了，住院了。就是你上次说的，洛威玉兰有风险，他不听，把家底全搭进去了。他本来就有高血压的，这下好了，中风了，差一点点挂到墙上去了。老周，我是杨华，爆炸头阿姨他们没有时间，所以我代表他们过来看看你。老周，你也不要再为这件事情心烦了。钱是身外之物，对吧？你是个老法师，什么大风大浪你没见过？我相信很多事你比我都明白。身体最重要，大家都很惦记着你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我下次再来看你。他们才不会惦记我。那几个人嘛，想看看我笑话还差不多。你身体没事啊，暂时死不了啊。哎呦，你这小气鬼！你来看我们就买点贵的水果，你买这些东西谁要吃的？嗯？你是不是可以出院了？我早就可以出院了，你是知道的呀。我这个人嘛，是眼睛大，嘴巴馋。就这次也不知道他中什么邪了，就一直想赚一笔大的。我知道洛威这个事儿以后，哎呦，那一下子，哎呀，就跟天要塌下来一样。结果没想到，我这个儿媳妇呢，她觉得这个事情不靠谱，她就偷偷的把这个钱截胡了，就买了一点点。那是好事啊。是的呀。哎呀，我平时啊，我是看不惯我这儿媳妇儿。可是到关键时刻呢，我要说的是，还是女人这个直觉。哎呀，输了100多万呐！哎，还好，我们还能扛得起，能扛得起。现在这么一病呢，我儿子、女儿，他们轮着班的来照顾我。哎呀，天天陪着我，陪我的这时间比去年1年都多。我就想，我说这笔钱划算吗？啊，蛮划算的。樊总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您为什么会选择我们程宇辉成为您的代理律师？
金总，唐总，我想事到如今也不必跟你们说假话了。其实程宇会是我们最不想合作的律所，只不过在过去的1周里，我们几乎把浦江最好的律所都走遍了，但全被拒绝了，因为他们都代理了与洛威玉兰有经济纠纷的另一方。我想没有人比你们更清楚蓝总的为人，所以到目前为止，程宇会是我们最好的选择。我想没有人比你们更清楚蓝总的为人，所以目前为止，程宇会是我们最好的选择。第一个问题，你们想请程宇会成为谁的代理律师？是蓝总，还是蓝总的丈夫庞总？当然是我们2个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只能……你要相信我，相信老庞，他不是外面传说的那样。我们洛威玉兰又不缺钱，我们为什么要骗人家的钱啊？一定是有人故意破坏洛威玉兰的名誉。蓝总，你别激动，冷静一下。这个问题先放在一边。第二个问题，您到底有没有参与洛威玉兰的实际运营？您别着急，您一定想好了回答我。我说的参与是指实际与洛威玉兰经营者的身份，签署合约，完成经营行为，了解财务运营状况，成为信贷主体。您有吗？请你如实回答。没有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小金，谢谢你。你是第一个看着我的眼睛说相信我的人。没有人相信我，都说我是骗子。以前那些天天看着我对我笑的人，现在都变成了魔鬼，恨不能咬掉我一块肉。你不知道我这些天是怎么过的，有家也不敢回。幸亏有单平在，不然我真的可能会被逼死。蓝总，现在只是刚刚开始，以后的日子恐怕更糟糕。你想听一听我们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吗？你说。蓝总，虽然你现在是被告人，但你并不是洛威玉兰的实际经营者，而且控方律师他也拿不出实际的证据来证明你是知情的，所以控方提出的诈骗、非法集资这些，在你这边罪名成立的可能性很小。但是您的丈夫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，而且因为他人在国外，这一点对他非常的不利，所以他罪名成立是大概率事件。大方、小谭，你们怎么看？集资诈骗罪是刑事罪，金额只要达到250万以上，就属于数额巨大。不光要没收所有财产，量刑也是无期或者是死刑。不是的，老庞不是诈骗犯，真的不是的。你别激动，别着急，法庭上一切都讲证据，法官也不会轻易判一个人死刑。姨妈，咱们听听律师把话说完。好。目前，洛威玉兰的实际经营者彭定芳，也就是您的丈夫，身在国外。如果他想要自证清白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国。接下来，我要问你第3个问题。你说。蓝总，您能保证彭总会回来吗？会，一定会。
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发生，我们都已经说好了，我去国外2周看看儿子，然后他跟我一起回来。昨天他还打电话安慰我说让我别着急，他马上订机票，等他回来就没事了。您跟他通过电话？对呀，他每天都打电话问我这边的情况。你都跟他说了？是啊，不能说吗？哎，秦律师，不知道你什么感觉啊？反正这话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呢？秦律师，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。接下来，我要告诉你最糟糕的事情。如果你的丈夫彭定方罪名成立，而且他尽管外逃不回来，那么你将面对什么样的局面？刑事认定上，只要对方没有您的直接证据，蓝总，您就不会被定罪。在民事上呢，主要承担的是连带的债务问题。现在洛威玉兰牵涉的金额有20个亿，而且资不抵债，肯定会宣告破产。破产之后，法院就会清算。因为庞先生有刑事罪罚在身，根据相应的法律条款，他的个人资产一定会被没收，这其中就会包括夫妻共同财产。您和您的丈夫结婚30年了，如果之前没有签订任何的婚前协议，那么你们夫妻名下共同的动产、不动产、存款、珠宝、债券、股票，甚至期权，都会资产清查，用作偿还债务。到时候，可能您名下玉兰集团股份也会保不住。那都起飞什么都没有了。如果真是那样，真是我姨父犯了法，我姨妈也不能替他背这个责任。单皮，姨妈，你不为自己想想，你也得为球球想啊。他现在刚读大一，1年40-50万的学费，还有以后，他怎么办呀？乐玉兰这艘船已经在下沉了，如果不想跟他同归于尽，办法只有一个。什么办法？李律师，离婚？不行不行，绝对不可以的！姨妈，你别着急，我们得做好最坏的打算。不，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商量的，这不过是假设，是最坏的结果。我不要听，我们走，老庞马上就回来了，我不要听。姨妈，金律师，不好意思，我回去会跟我姨妈好好商量的。赵姐，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我问的第一个问题：你们想请程宇辉成为谁的代理律师？想好了这个问题，欢迎随时联络我。谢谢你，金总，谢谢你今天所说的一切，我也替我姨妈谢谢你，我回去会尽量说服我姨妈的。姨妈，我们走吧。好。谢谢你，金律师。真服了金老大。你说不接洛威玉兰的案子，原来是为了打离婚官司。哎，你说这脑思路啊，一般人搞不懂。你现在才想明白啊？秦律师他们2位一进会议室，我就知道这件事有变化。要不然你想，一个经济案件怎么会让家庭部的律师出席呢？秦律师、李律师，这次就靠你们家庭部挑大梁了。这个官司要是打赢了，你们2位可就出名了。这个案子是谁的还不一定呢，有没有还两说呢。再说了，这个案子只要是程宇慧的，就是我们大家的。秦律师谦虚了，是不是还不就是你们的一句话呀？劝分不劝和，这不是你们家庭部的专长吗？小谭律师，你这话听着就让人有点害怕了。别人对我们家庭部有误解也就算了，怎么你们也这么没见识啊？
像我们家庭部的人就不会觉得你们刑事部的人为了把案子搞大，一个个都劝杀不劝降的。是啊，以后你们有事要找我们的话，我们一定劝和，绝不劝分啊。秦律师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啊，反正这个案子我是不会接的，难度又大，又吃力不讨好的，你觉得呢？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们想接就能接一样。这个案子连慧姐、金总都不敢打包票，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。更何况啊，我的案子已经可以忙到年底了。我觉得，案子是别人的，命是自己的。你觉得呢？喂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有个事要交代你，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。你呢，先把手头上的工作停一停。今天我让你提早下班，你去找到你新美公关的那个老熟人，打探一下蓝小婷个人资产状况。我知道，蓝总跟新美公关一直有业务上的往来，他们应该最清楚。行，秦律师，咱们这是接了蓝总的代理啦。谁说我们接了？不接就不能调查了吗？我懂了，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。优秀。这个地址你记一下吧。庞定方在国外的地址。赵小姐，如果方便，可否告诉我庞总在国外的地址？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找人去核实一下庞定方在国外的状态。可以。这个事儿一定悄悄的，不能让。让我先出去了。这个案子你不要参与了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进入企业部，目前只要保持不犯错误就行。这个案子是个烫手的山芋，干不好反而对你不利。双星人像银挂耳拍 OPPO Reno9 系列，邀您精彩继续。怎么着啊？啊？你妈就这样认输了？至少3个月内，她不会再跟我提结婚这件事。真的？哎呦，那我真是谢天谢地，阿弥陀佛了。哎，你都不知道，你妈这2天是一天一个电话，一天一个电话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老太太还真有毅力。要是再能年轻20岁，绝对是审问之星。我都快把我银行卡密码告诉她了。你辛苦了，一会儿给你加个鸡腿。哎，至少2个。对了，中介还有没有给你推荐房子？找个房子呀？你不是班师回朝了吗？我打算搬出去住。搬出去住？为什么呀？秦律师赶紧走啊！你们俩不是合作关系吗？他卸磨杀驴啊？没有，那我总不能老住人家那，影响人家生活。有什么不行的呀？你说你和他住在一起，你们俩是属于互利互惠。再说了，你帮他公司那么大一个忙，他让你住几天怎么了呀？哎，这实在是不好意思的话，你可以给他付房租啊，这样比你在外面租房子方便多了。哎，老杨，说不定啊，你住着住着还能发生点什么关系呢？
我的意思是呢，现在如果按你的要求在外面找房子，那实在是太难了。你和秦律师住在一起，那相安无事，简直就是奇迹。我从来都没想过，你和你妈之外的第二个雌性，同住一个屋檐下，不容易。第三，秦师是第三，财神是第二，他也是雌性。哎，你要非这么说的话，那我要提一个人了，你那前女友，那个姚。哎，老杨，不是你去哪儿啊？你不吃饭？不是你等我，我卡着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老杨，哎，哎，你说这金总在会议上点我炮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嗯，你说什么意思？我觉得会不会是我其实不一定是陪跑的呀？哎，你这个人啊，真的是在办案上啊才思敏捷，其他地方思路如尿路啊。会不会说话？那你有何高见啊？秦师，帮老板娘挽回了2500万的损失，那秦师在老板娘的眼里是什么？亲孩子呀，镶金边的，懂吧？那如果你的亲爹亲妈不让这个孩子去参与一个活动，理由是什么？没好处。不光没有好处啊，搞不好是要丢分的，懂吗？所以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换的是你，你要高升企业部了，然后你还要回头去打那个官司难缠的婚姻部的这个离婚案，你觉得可能吗？那你这么说，我是彻底没戏了呗？说多喽，来吃一点吧。没胃口。你看看，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下回不要让我请你哦，你请我好了，蛮贵的哦。多少吃一点嘛。进来。您好，您的外卖到了。没点外卖啊？陶律师，你确定你没点外卖吗？你说我多久没有见到我的大宝贝了？你还好意思说呢？还不是因为你工作太忙了，我都快忘了你长什么样了。还好我懂事，不然我早就傻过来了。嗯，你是天下最懂事的。那当然了，你什么时候下班？你来了就下班了。求生欲越来越强。那当然，你都上门了，我能没点觉悟吗？是不是？咱家吃什么？你定。那回家煮火锅。OK， 走，我们去超市买点料。好。拜拜。你干嘛？家里冰箱那么多肉，哪够放啊？这个切了烫火锅最好吃了。这是红肉。你呀，你的饮食结构很大的问题。这红肉比例很高的，里面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，是导致众多心血管疾病的原因之一。而且吃肉本来就不利于身心健康，还是一种欲望的体现。
有欲望又不是什么坏事，上进心是一种积极的表现，你知道吗？再说了，吃草就真的清心寡欲了吗？你看亚当跟夏娃就是吃苹果吃出事儿来了。这我可不认同。亚当跟夏娃堕落可不是因为吃苹果，是因为他们违背了誓言，而诱惑他们违背誓言的是一条蛇，是荤的。我一直喝这个牌子。这个打折啊，也是品牌。咱们分2辆车拿吧。你放过我吧。我问你，如果你是我的话，要争取蓝小婷那个案子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唐总已经把利弊说得很清楚了，而且这个案子会很麻烦。怕麻烦就不会当律师了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心里特别想争取这个案子，我倒不是为了想劝人离婚，但是以我的经验来看，庞定方这次肯定是有计划的出逃，而且做好一切准备了。你会不会太悲观了？人家太太在国内呢。这不是我悲观的问题，他这个时候真想保护他老婆，他就带着他一起逃了。这个时候把蓝总留在国内顶这么大一个雷，听不明白是吧？我慢慢说给你听。你们起诉洛薇玉兰的那个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开庭啊？法院已经立案了，但这个案子资料不少，开庭的时间估计不会太快。那胜诉的把握大不大？你什么时候突然对我的事儿这么感兴趣了？你们程宇会不是铁定不参加洛薇玉兰的案子吗？这不就关心一下你的工作吗？少来，想知道什么，说。我就是跟别人打了个赌，你是代理律师，我当然赌你赢了。可是这庞定方不是在国外吗？这人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，就算打赢了官司，执行不到财产，不也是白搭？谁说我们执行不到财产？只能说有难度。我们已经向法院申请了财产调查和财产保全。吃个羊肉卷。我也喜欢吃这个，就它了。好。财产调查跟财产保全是必须的，但是呢，蓝小婷已经退出了一线管理多年了，我怀疑她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家的资产，最坏的可能性就是全都变成了负资产。也就是说，房产被抵押了。除了玉兰集团，蓝小婷名下还有其他资产，有10几家高端的美容院和培训中心，我们也都申请查封。啊什么？查封啦？那当然了。最怕的就是查封。教育中心和美容院呢，从资产评估上来讲，都属于轻资产企业，一旦破产拍卖，根本不值钱。但是如果经营的话呢，就会有大量现金流。一旦查封引起恐慌的话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但我觉得吧，这都咎由自取。如果不是因为太贪心，又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？大师，难道人人都像你一样，每天吃鸡蛋西红柿，社会就会处处充满爱了吗？资本的天性就是逐利，人类社会发展成今天这样，不都是资本带进来的吗？你在浦江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超级城市谈反物质，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虚伪。你就是为了自己的消极包裹上了一层淡薄的包装。我觉得你也没有立场说我虚伪吧。虽然你有正义的理由，但你走的是一条充满谎言的路。你这样的生活，不就是因为你追求所谓的成功吗？如果你少一点上进心，那么你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的事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但靠谎言来实现的正义，真的是正义吗？
你击中我的要害了，我也要击中你的。房子找到了吗？马上。刚才问了我那么多问题，我也问你一个呗。嗯，蓝晓婷是不是去城与会了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你知不知道你有一个习惯，每次撒谎的时候，同样的话都会重复很多次，好看。没有。胡说，没有。其实你不用保密了，蓝晓婷呢已经找遍了浦江所有的律所，就没有一个律师可以给她做代理的。程宇辉呢当初又坚持不做控方律师，所以他去找你做辩方律师也是合情合理的。现在的情况呢，大家都在猜，是你们金总无意而为之，还是有意布的局？我们金总好像也没有答应要接蓝总的案子。再说他虽然聪明，但也没有那么深谋远虑。你们也太夸张了。宝贝，你做不做功课？你就是太天真了。你们老板可不像你这么天真，深谋远虑着。深谋远虑。秦律师，好巧啊！你们也吃火锅啊？秦律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跟你说俊辉是我未婚夫。公司也没有规定必须要上报所有的社会关系。既然陶律师是你的未婚夫，那西美公关的老总是我爸。吴律师，你真是太低调了。秦律师，我们的事儿你可千万别在律所说啊。有这么优秀的未婚夫，还怕别人知道吗？不是我们，就是我爸的事儿，你可一定要保密。对唐总也要保密啊？嗯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会大大方方说出来，这肯定是一个加分项，因为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在意家境出身的，是吧，陶律师？好了，可以吃了。先别着急，我正在给你做一款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酱料。那我等你一起。最后来点酸。还有最后一步，画龙点睛之笔。试探着请求，伸出手要一个理由，明知道是拙劣的理由。秦大力士牌御用酱料，新鲜出。谢谢您。可以吃了吗？我等你一起吃吧，火锅我喜欢2个人吃。只要你喜欢吃火锅，我都陪着你。快尝尝，味道怎么样？来。想什么呢？跟你说话呢。我想吃火锅了。他想吃火锅。真的想吃火锅了。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我们年底。恭喜你们！谢谢秦律师，刚好你也是俊辉的校友，也是我的上司，到时候请你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秦律师特别忙，没时间的。
的。如果学长给我发请柬，我一定会来的。你不用勉强，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参加婚礼的，而且咱们这层关系，你们俩也不用到场祝贺，不来没问题。智慧，胡说八道什么？不是很熟。陶律师，我特别欣赏你的说话方式。要是每一个人都能像你这么说话的话，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的社交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哎，秦律师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跟菲菲的关系，就以后麻烦你不要让菲菲来我这儿打探洛薇玉兰的消息了。不是秦律师让我打听的。不是吗？不是。吴非虽然是你的未婚妻，但她也是我的下属，我只是给我的下属安排工作而已。不过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那吴非以后就不用负责这个工作了，免得你们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矛盾。秦律师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之间没有矛盾。谢谢你啊，秦律师，我觉得你的安排没问题。不客气，饿了回家吃火锅吧。秦律师，我们也吃火锅，要不然我们一起吧。不用了，火锅还是你们两个吃吧。说。嗯。你干嘛呀？你一句话，我工作都没了。没了就没了呗，我养你。你不说了吗？律所的工作忙，上司又那么变态。我什么时候说的？可别瞎说。这下好了，我明天到了公司还得给人家陪笑脸。好不容易工作出点成就感，被你一句话全给我毁了。这不正好吗？不用陪笑脸，你们律所那么多高级律师呢，换一个上司不就完了吗？你说的倒容易，我就觉得秦律师是最好的，我要学就要跟着最好的学。哪儿值得你学呀？你要学法律，我可以教你。你不对劲，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？没有。你学我，你肯定有事儿瞒着我。没有。你俩是不是有过节？你不饿吗？我也要吃火锅。快说啊！回家吃火锅了，吃火锅。肯定不对劲。开的有点快，要不还是我来开吧。我觉得呢，人还是要想开一点的。虽然前男友要结婚了，他的女友又这么的年轻优秀，一定会对你造成一定的打击，但是你也不要太灰心嘛。你也很优秀啊，你现在不也是朝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去过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旁边有车，旁边有车。不对。什么不对？罗薇玉兰这个案子一定不顺利。陶俊辉这个人呀，胃不好，他只要碰上压力很大的事情，就会喝很多苏打水。我刚刚就注意到，他买了很多苏打水，而且他肯定早就知道吴非在我手底下工作，所以吴非提供的情报不一定可靠。咪，所以你刚才一直在想这些事？是啊。你没救了，你的欲望已经让你屏蔽了一个作为女人的情感需求。听起来也不是什么坏事。姨妈，我买了你最爱吃的海鲜粥。姨妈，我进来啦。还睡呢。姨妈，
姨妈。单平，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蓝总他是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我将近7点的时候出去买东西，那时候我姨妈还在，我总共也就出去了40分钟。我真的很担心我姨妈会想不开呀。单平，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冷静。你先检查一下你姨妈有没有带走她的护照。护照。护照还在。我姨妈是不会逃跑的，绝对不会。现在这种情况，我们必须按照严重程度来排除可能性，逐步的缩小范围。单平，你先把蓝总的照片，还有他临走时的穿着告诉我，然后再列一下他有可能去的地方。你在酒店等着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我去开车去。单平，以我对你姨妈的了解，她不是一个软弱的人。你相信我，她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，不是靠运气，所以她不会轻易放弃的。啊，你等着我们。好，我在酒店等你们。通知刑事部的老沈，再叫上小潘和大方。反正找人这种事儿，人越多越好。喂，老沈，我是唐一慧。孙老师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这个你们管不了，那个你们没办法。那资格验证不就变成了一纸空文了吗？我的诉求很简单，我交了5万块钱会员费，现在很不满意你们的服务，要求退款。很合理吧？是你们违约在先的，你要是不退款的话，那我就只能走司法程序了。别呀，你们收入那么高，我挣得多跟你们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李律师啊，这事儿也不能怪我们嘛。孙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要接个很重要的电话，我说的你考虑考虑，过2天我再联系你啊。喂，唐总，你赶紧过来一趟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你要是有帮手，也可以一起叫上，但一定要可靠，不要到处乱说话。我懂了，那一会儿见。如果换的是你，你要高升企业部了，是吧？然后你还要回头去打那个官司难缠的婚姻部的这个离婚案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我就不信，你能忍得住。麻烦帮我接一下电话。我在开车，什么事啊？蓝总失踪了。来了，等着急了吧？小心啊，别烫到手。来，我给你称。叔叔，你最近是不是压力有点大呀？我能有什么压力啊？我帮你盛吧。我自己来。我觉得你从刚刚开始就一直奇奇怪怪的，本来说好要吃火锅的，怎么又该吃炒饭了？你是不是对秦律师有意见啊？我对他能有什么意见啊？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。你又知道了？你害怕，你觉得跟他在一起有压力，对不对？
你不要用你的笑来掩饰尴尬了，我可都看出来了。其实一开始我也不是很喜欢秦律师，觉得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独裁专制，顺者昌，逆者亡。不过秦律师在我们家庭部也算是女王一样的存在了，这种女人最容易给男人压力了。你是觉得她攻击性太强了，对不对？听你分析了这么多，你对她的看法改变了？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只看外表的人。哎，你知道我们那个2500万的案子的事儿吧？一直在找到底这件事情是谁泄露出去的，是我帮秦律师查的。最后查出来的那个人是秦律师的死对头呢。秦律师非但没有追究，连人情都没要。为什么？我当时也是这么问的。君子呢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做律师更是如此。就算见惯了人性之恶，也不能丧失自己的底线。暗地里使绊子，不光明正大，显得也没意思。不管他有多少缺点，就光冲这一点，他就帅的没边儿了。他帅还是我帅？你跟他吃什么醋呀？你是醋王吗你？问你个正事啊。你们程宇会接了蓝小婷这个案子，你说秦师会不会成为这个案子的主理律师？应该不会，就算要接，应该也不是秦律师当主理律师，他是家庭部的律师，这应该算是刑事案件。也对啊。不对，秦律师不可能对自己不能处理的案子感兴趣。难道？你嘀咕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